这几日朕深感不适，若无大事，便将奏折先呈上来，待朕看过之后再议。启禀圣上，臣有本要奏。江尚书，何时奏上？回圣上，臣要参定国公薛远3年前贪没赈灾粮款，致使江南灾民饿殍千里，酿成惨案。江伯友，此事3年前就已结案，乃是你户部一力主使。你现在旧事重提，还把罪责推到本宫的身上，你居心何在？若国公问心无愧，又何惧这旧案重审？一派胡言！圣上，老臣冤枉，还请圣上给老臣做主。江青，你可知你今日参的是谁？若是诬告，莫说是你一人，就是你江家满门，那也是重罪。回圣上，臣知道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可有何证据？禀圣上，臣已寻到了牵连此案的人证，而且他现在就羁押在刑部。臣请圣上准许。圣上，现在京城四处流传江氏一门门风不正，修身不明，所以老臣认为他根本就是为了平息他江家的祸事，才重提旧事，祸水东引，还诬告老臣。若圣上不降罪于他的话，那么不正之风必起，必导致朝廷乱象丛生。请圣上降罪江尚书，以正视听。圣上，江尚书诬告攀扯，居心叵测，当处重罪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圣上，臣亦有本要奏。张哲，你的事稍后再议。圣上，臣要禀的正是与江尚书定国公相关之事。周大人，此事真是如此。张哲，你奏折上所说之事，可属实？圣上，臣所禀，无一句事实。好一个无一句事实！定国公，薛府干的好事！圣上，臣与谢少师曾共领通州平乱一事，期间，江尚书之女误被卷入此事，被迫与臣深入敌营。此一事本是义举，可国公之女滥用新武卫职权，将此事编造以污言秽语，于京中9寺瓦舍之处广为流传。其意便在于败坏江氏之名。臣走访京中数日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说是何人指使？这些字都是小姐写的，是小姐让我给他们送过去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，大人。还有谁参与？说。小姐还让新武卫去威逼利诱他们的家人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大人。还请圣上裁断。圣上明鉴，此事因涉及女子名节，臣曾与通州案件相关之人协定，不可对外提起。江姑娘深明大义，为国事险些命丧通州，为保家声，更是不图恩赏。此等忠义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万不该蒙受流言之祸啊！定国公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圣上，此事老臣绝不知情，其中必有不实之处，还请圣上。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一举一动皆是新无畏所为，你还在狡辩？国公，王妃遴选，既是家事，亦是国事，理应由圣上裁断。薛氏女，如若真的德才兼备，自会当选。国公又何苦如此呢？圣上，国公所言，无非是爱女心切，
还请圣上息怒。好一个爱女心切！朕看，国公是把国事当成自家私事，把新武卫当成薛氏家奴了吧？圣上，老臣绝无此意，还请你究竟何意？一查便知。谢魏张遮，朕令你二人前往新武卫衙门彻查江尚书所参3年前的旧案，还有通州军营失窃一案，一并详实查证。朕倒要看看，这新武卫之中究竟还有多深的水。臣遵旨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居然敢瞒着哀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你还让人抓了把柄！请姑母明鉴，此事与淑儿无关。姑母，跟你无关。你是哀家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哀家能不知道你的手段？哀家3番5次地告诫过你，在选妃之前，断不可再生出任何差错。那江雪会是什么东西？值得你这样自降身份吗？哀家就是这样教你的。姑母息怒，我也是担心殿下，害怕他被人蛊惑了心智，在选妃时闹出难堪，还请姑母看在薛家的情分上，再给淑儿一次机会。情分？哀家将你自幼带在身边教养，为的就是薛家。你呢，几次3番的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。上次玉茹一案，哀家就告诫过你，做事务必谨慎，不可留下端倪。你这次居然让张遮当庭揭穿了你的下作行为，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你滚！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娘娘，犯不着拿别人的错处同自己过不去，您凤体要紧呐。是否真的是哀家看错了人？老爷，混账东西，让我薛家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。你看看，你养的好女儿。老爷，要不我们求求太后娘娘吧，她一向疼淑儿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要是没有把柄的话，那还好说，可现在都是痴人说梦。我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丢了薛家的脸？我做这一切，难道不是为了薛家？江雪宁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上不惧以卵击石，当庭状告。可父亲您呢？您害女儿丢了王妃之位，为了薛家筹谋。可女儿难道说错了吗？她江雪宁前往通州与逆党厮混，分明是朕。该名声毁尽的是她，不该是我。愚蠢的东西！敢跟我顶嘴！厮混逆党，还是忠义经国？那全在圣上的一句话。你以为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能抵得过圣上的金口玉言吗？父亲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谢威和张遮带着禁军往新武卫衙门去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不得离开薛府半步，好好反省。淑儿，我看看。谢少师、张遮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自是奉旨查案。今日圣上在朝上刚下的谕旨，难道国公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查案可以，但你们带这么多禁军，是什么意思？江尚书所参
社稷国公，我与张大人自然是要从新武卫相关人等和历年卷宗查起，但此处毕竟是行伍之地，未免有小小之辈从中作梗。圣上特允谢某带禁军前来，怎么，国公连圣上的旨意也要抗？走。老爷，你怎能如此糊涂呀？那定国公薛远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是当今圣上的亲舅，太后同母的胞弟呀。哪怕他薛家倒了，那太后还在呢。今日若非张大人和谢少师为你在御前说话，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？好了，夫人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骂我的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次流言确实是薛大姑娘所为，这起因嘛，正是灵子王选妃之事。他这次针对的不是你丫头，而是……老爷，夫人，大姑娘来了，说是来请罪。是女儿。女儿与灵子王殿下有了私情，引起了薛氏忌惮，才惹出这诸多是非的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如此糊涂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？你……哎呀，夫人呐，有话你好好的问，不要动手打他嘛！啊，母亲，我与殿下始于情，止于礼，绝未做出任何逾越之事，请母亲相信我。哎呀，是了是了，夫人啊，自家的孩子养到这么大了，慧丫头的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主动来承认，我姑且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退出选妃，从此再也不见灵子王，免得搅进那些是非里。起来，慧儿，你一直在母亲身边，从小就是乖巧听话，从不违逆。这一次，便也听母亲的话吧。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灵子王夜闯御书房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为了你违逆太后，冲撞圣驾。你该明白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也一直都相信。那你在害怕什么？薛家，你该明白，余恶躲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你一生的姻缘。那你觉得，我应该坚持吗？不是我觉得。江雪慧，你压抑了10多年，也是时候该问问你自己的心，到底想要什么。事在人外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请恕女儿不孝。女儿从小到大什么都听您的，但这一次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走，就这一次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夫人，夫人，请母亲成全。夫人，杨妈，拿家法来！哎，不至于啊！我知道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上下的平安，可是你也应该知道，这薛家权势再大，他也不能只手遮天呐。这人有的时候啊，一味退让换来的不见得是平安，反而是别人更加过分的欺凌啊！再说，夫人，现在这选妃的名册他已经定下来了，没有人能改变得了啊！好，
好的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个个心气挺大的，都不怕死吗？你们都姓江的对吧？哎呀，只有我是外人。不是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。母亲，快，别喊我母亲。我带大的慧儿，没有这么忤逆不孝。夫人。大姑娘因选妃之事顶撞了夫人，之后她便自己罚了自己，一直在祠堂里跪着。不过她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，真没想到，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。或许这才是内里真正的她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。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，都不让老爷进屋了。这也难怪夫人，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。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助，才能平安无事呢。何人夜闯京城？边关急报，请见圣上。撤！果然是大越贼子，前脚派使臣成了国书，提议联姻，后脚便急兵边境，屡屡挑衅。圣上，大越此举分明隐含着威胁之意，是在告诉我大前，若不许之以利，便要动之以兵，尽显豺狼本性。圣上，大越自太祖年间便被驱逐出我大前境外300里，多年来燕家军半数兵力驻守边关，以震慑大越。如今这平白无故的，大越何来胆量犯我边疆呢？姚大人有所不知，这边关兵力本该3年换防，如今燕氏流放，失了主帅，所在驻扎者伤亡惨重。若按旧例与通州之兵力轮防，则需大批军饷。大约定是眼见如此，才起了异心。江尚书，臣在。如果现在与大越开战，户部可以筹措多少军饷？回圣上，近3年间，怀州水患，黔州蝗灾，朝廷屡次减免税赋，所以现在正是国库空虚之时。若要兴战的话，恐是为难呐。轮防不行，开战也不行，难道就等着大越兴兵南下，犯我大前？圣上，老臣愿领兵前往边关攻换甲胄，请圣上应允。圣上，臣以为不妥。哦，为何？战事主要在兵，而兵事主要在帅。定国公久为领军，疏于兵事，对边关战况并不熟悉。且江南赈灾款贪墨一案尚未查明，国公仍是戴罪之身。若此时挂帅出征，怕难堵天下悠悠众口。张哲，你是要让我大前忍辱退让，送公主前去和亲吗？这领兵之事，事关重大，还需慎重。听卿所言，你有更好的举荐？圣上，若我大前真要与大越一战，为国计，为民计，燕穆老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哼，荒唐！圣上，勾结逆党就等同于忤逆犯上。那燕穆已流放千里之外，哪里还有资格统帅3军呢？臣虽有过在身，但臣对大前、对圣上是忠心不二。臣愿领兵前往边关，戴罪立功，为圣上尽忠。就算是马革裹尸，也在所不辞。罢了罢了，此事朕再思虑一二，容后再议。